就连这么倔强的川普都不得不低头。好，那现在日本他有办法可以承受吗？稀土的话，日本当然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从高一点的地方来看这个大议题。中国在关税的谈判上，他们是处于被动角色，但他们每次在关键的时间点，常常可以取得重大的胜利。稀土这个战役，可能未来在20年、30年当中会持续的演进，但目前中国具有优势。最近美国刚刚去跟非洲提了所谓的矿源保障，非洲人说中国已经先来了，现在新的货还是要先给中国，后面有多的再给美国，所以这次中国可以说是打的整个美国跟欧洲哇哇叫啊！这4把利剑，因为大家在说，这真的是非常精准的扎在日本的命门上。怎么说呢？其中尤其是稀土的部分，因为日本自认为说现在已经降低了对于中国的依赖，但我们从图卡上您可以看到，事实的情况就是还是有60%就是靠中国。尤其现在呢，全球的稀土加工能力呢，90%就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上。以及包括了全球70%的稀土产能在中国。好，那回顾2010年的钓鱼台争议，当时呢，日本的汽车、科技这些产业是完全慌了手脚，尤其当时稀土的价格是一年之内就飙涨了10倍。所以现在很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是稀土一断的话，大家在说那日本的汽车、半导体还有军工业可能是全面被垄断了。好，我们要请明宽哥来看了，因为德国前阵子他们被迫要停产嘛，是，那就连川普这么倔强的川普都不得不低头。好，那现在日本，就您来看，他有办法可以承受吗？稀土的话，日本当然是没有办法承受，但是我们这个议题要从高一点的地方来看这个大议题哦。刚才老师有说有可能会走向战争的一个边缘，我个人比较乐观。为什么个人比较乐观呢？我认为现在中国跟日本是把这场戏的张力全部张到最大，但其实双方都非常的克制。那我们一则一则来谈哦。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日本一直有所谓的首相荒。什么叫首相荒呢？日本的首相只要听美国的话，他一般能做的比较久，除非像安倍中间遭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中间呢，你只要向中国去倾斜的话，很奇怪哦，那个首相待不久。所以后面呢，各位可以发现呢，后面的话首相就常常换。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日本的首相像什么呢？像走马灯啊。那走马灯后面等到了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也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上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呢？因为自民党跟公民党中间还决裂完之后，后面好不容易就经过了一番波折完之后，可是高市早苗目前在日本的民调高达70%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件事情，是川普紧紧握着他的手，感觉是爸爸握着女儿，然后呢，突然间从西装里面拿出一张你要什么告诉我，我通通会为你满足，这个叫空白支票。但是我们回头来谈到后面的架构就是双方把戏演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日本的外务省赶快去跟中国的外交部来洽谈的当中，这个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中方也得到了该有的一个回应，然后美国还说哦，他们会从延国的基地撤回了提风系统，所以双方其实是在降温的。但我们谈论到稀土这个就有趣了哈，全世界的稀土呢，它非常的重要。可是稀土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在过去稀土是什么呢？是吃力又不讨好，价格不高。从矿源沿路到湿式的提炼，一直到干式的提炼，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法。可是很多人不晓得，缺了稀土，医疗不能动，汽车不能动，电子不能动，太空不能动，通讯都不能动。我就不讲细节，各位还记得吗？单在今年，欧洲4大品牌，他们说没办法做车了，为什么呢？因为稀土当中有一个叫做永磁磁铁。永磁磁铁它做的叫做永磁马达，它具有很高的一个磁链性哦。后面日本的 Suzuki 也出来投降，我们也做不了车了，我们也没办法做。各位，这单是汽车。所以后面呢，我们去谈论到川普的一个关税，我个人对于川普我是看不懂啦。川普的关税很多时候他是举着正义的一个大旗，但很多时候是你内容到底要讲什么？各位还记得吗？后面当整个美中握手对于稀土的议题谈完之后，突然间墨西哥跟巴西懵了啊！天哪！中国的关税比我们还便宜耶！中国的关税比墨西哥跟巴西还便宜耶！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中国这次在关税的谈判上，他们是处于被动的一个角色。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们每次在关键的时间点，常常可以取得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只能说，稀土这个战役可能未来在20年、30年当中会持续的演进。但目前从矿源到提炼到最后的一个终端产品来说的话，中国具有优势。美国、欧洲一直说，我们现在要赶快来，要加油，我们要买矿产，我们要建工厂。其实这是需要20-30年的一个功夫。最近美国刚刚去跟非洲提了所谓的矿源保障，但是呢，他们非洲人说，
中国已经先来了，现在新的货还是要先给中国，后面有多的新开采的再给美国。所以这次中国在稀土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可以说是打蛇打七寸，打的整个美国跟欧洲跟先进工业国打的是哇哇叫啊。是好，除了从经济上来看，其实在外交层面，大家也在分析说，拿日中两位领导人的外交层级高度来看，因为分析认为说蛮讽刺的，日本呢是背信忘义，说背后对中国下毒手，但是北京方面呢，对大国的外交当中反而是展现了这个成熟度，因为像是中国就信守跟川普的承诺嘛，履行了釜山协议，用这个高价买下了14船的美国大豆。那现在大家在关注说，好，中日关系闹得这么紧张，那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美国现在悄悄的把这个延国基地部署的提风飞弹撤了回去，而且川普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直接说，其实美国很多的盟友不是朋友。外界就在看说，北京现在是很守信，但是日本反反复复。那大家也观察说，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是比较冷淡？是不愿意帮日本来善后吗？还是在跟日本做切割？干哥都已经弄到全球头条了。川普，你倒是讲话啊，对不对？我们日本现在被国际围攻了，怎么办呢？老大哥帮帮忙，不帮，为什么？当然不帮，为什么？我们才刚刚，敏宽刚刚讲的稀土才刚刚讲好，现在又有一样刚讲好了。我跟你讲，14艘船已经开始往中国开动了。为什么？总共载了84万吨的大豆。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川普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终于卖出去了，终于卖出去了，船终于开出去了，我可以被农民少骂一点。等一下，我也没有这样而已，后面还要再买1200万公吨。大陆外交部已经承诺，到12月底我会再买1200万公吨，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多。通常每年到现在，中国已经买了这个美国大豆3000万公吨了嘛，可是今年大概只有2000万公吨左右啦。那这一批14艘船已经出去了，从墨西哥湾开出去了。川普心里在拍拍手鼓掌，所以高市你搞这个大麻烦，现在叫我怎么在言语上面去帮你忙，很难呐，你知道，因为你会掂量嘛，外交辞令都是这样，看对方的反应，你决定怎么说，你硬一点，我软一点啊，我硬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软一点。那你现在从头到尾你看今天早上那个画面，你看那个刘劲松，中国外交部那个亚洲司长刘劲松去看金井正章特别跑去看他，两手插在口袋里面，你讲你的啊，我听我的啊，然后一脸不屑，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啊，然后但是记者问他，他还会讲啊，请问一下你们会面的结果怎么样啊？很严肃啊，很严肃就说明了一切嘛，也没有说我骂他啊，他也没有哭着跟我求什么，那你就可从这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态度是很一致的啊，从薛健到刘劲松，甚至到《环球时报》啊，他们讲的话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志是一致的，所以高市早苗你没有什么选项。但是金井正章也讲了，很难收回，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那会怎么样啊？那是不是要再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哈，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还是最后由美国来出面还价，办一个什么会议之类的才有可能。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因为以日本的态度而言的话，他是不可能收回他讲出去的话。是。那可是这个不是只有中国现在对他这么有意见，而是周边国家开始都有意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市，我觉得他的首相之路比我想象的还要短命。现在呢，中日关系不但没有缓和，而且几乎是全面炸锅了。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的这一番言论，引爆了北京震怒。我们要来看到呢，现在学者点出来，因为说其实呢，高市早苗他这一句话就是直接踩到了北京的4道最高的等级的红线。我们来看到，包含了是主权红线，认为他讲的这一席话呢，暗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民族记忆红线，因为挑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伤痕，还有政治尊严红线。明明才在釜山跟习近平承诺说，会稳定关系，但是怎么回国之后就背刺挑衅？
还有包含了国际化红线，企图要把台湾的问题推向国际战场。所以呢，北京现在反应也是非常的激烈。你可以看到，北京马上就祭出了4把利剑，包含了旅游禁令。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就评估说，如果中国的游客减半的话，那他们 GDP 至少是会下滑0.3%，影响47万人他们的就业哦。还有包含稀土管制，因为日本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呢，非常依赖中国的稀土，尤其是您看到的像是迪特，这几乎呢都是从中国来进口。还有产业链的脱钩，加速了对日本产业的国产的替代，以及包含实战化军演、扩大海空训演范围，而且提高频率，对日本的自卫队射入台海的行为，也画出了这个明确的红线。那还包括有一个热腾腾的消息是在我们录影之前宣布的，因为中国直接通知日本说停止进口日本所出口的这些水产品。那现在大家就在想说，是不是接下来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日本有艺人也接连表态了，像是歌手美伊里亚，还有演员呢石野浩二，他们直接在微博上公开表态，说永远支持一个中国。好，想请教韵老师了，你来看高市他踩到的红线到底有多严重？还有说这几把利剑，哪一件对日本来说最致命？非常非常严重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个4个红线都是跟台湾有关的。主权红线，他讲的台湾有事，学安倍晋三讲哈，日本就有事。我觉得日本就应该有伤势啊！历史来讲的话呢，历史仇恨因为大家都会强调14年的抗日台湾从1895年开始对不对？我们的抗日的话呢，你要加多少年对不对？要加上就进去然后这个政治上的红线，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的时候 ，APEC 会议当中，这个高市早苗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见面了30分钟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高市早苗回头就见了林信义还称之为执政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呢，就非常生气那就要把这个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这高市早苗讲的这种事情的话，也只是很委婉的把所有日本的心里的想法整个说出来。但是日本本身就是日本跟中国就是2个不同的国家，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你刚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旅游禁令的话呢，说句良心话，日本人的话呢很倔强。日本人到目前为止的消息不但是拒不道歉，也不要把话收回来，甚至说高市早苗12月份的时候要参访靖国神社，到里面的话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来，就是要做给你中国人看。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第一件事非常重要，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高市早苗的情况也有预谋，日本的政客也有预谋，那中国的这个政府单位当中的反应那中国的预谋我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在11月7号那一天第一时间内。就外交部、国防部再加上国台办，同时集体反应，用到最激烈的文字。最后第2天的晚上凌晨1点半，召见那个日本驻华大使就叫做奉敕表示什么呢？表示从上到下。这个奉敕这里用的词语，外交词语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面非常严重。那另外的话呢，我自己的话呢这个我非常了解大陆人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是算大陆人嘛。所以说，大陆的整个民情舆论都非常激动。那你刚刚问到我说旅游稀土产业链脱钩包含禁买财产品呢？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这都不会是重点。实战化军演是重点。我可以讲这个预期上来讲，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妈妈桑讲出来的话，真的把台湾害到了。用台湾人几乎所有人认为这个仗打不起来。这个仗绝对打不起来，为什么？就是会觉得说，你只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台湾人有这个弹性，但是日本人很傻，日本人没有这个弹性。高市早苗做了一个违背的事情。这个现在实战化的军演的话呢，里面配合这个实战化军演，不是只有在黄海实战演习实战演习这个3天而已。这实战化军演的话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大家都没有觉得消息，整个围台的这个大陆出动的战斗机60几架次。就这几天几乎都是这样子，然后这里面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俄国啦、韩国啦、朝鲜啦，整个东北亚地区沿着日本当中都环绕的开始表达有一种都谈到军事上的问题，这个详细的情况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再谈到，我不愿多说，但是我会大家想一想，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吗？为什么韩国、朝鲜、俄罗斯怎么突然之间都对日本表达强硬呢？那这些的话呢，难道不是预谋吗？虽然我没什么证据，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美中高层在6月9号在伦敦结束了6个小时的首日谈判之后，即将10号这一天还会再战，是打到第2轮。第2轮的重点会明显的聚焦在科技战跟稀土战上面的2个局势。第1轮谈判结束之后，到底这个结果如何呢？其实川普自己出来跟记者说话了。川普说：“我们与中国的进展顺利。”但是中国并不容易对付，这话是话中有话。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只是讲了一个，他说呢，双方进行了一场良好的会晤哦。那么再来看到是中方代表何立峰副总理他怎么说？他离开的场合的时候，并没有向媒体发表任何的评论。所以我们来看到中美的第2轮谈判，川普说中国大陆不好对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美方谈判没有占到便宜吗？何立峰这一次的这个离开场上，可以看到是非常低调的，是不是代表中方已经赢在这个骨子里了？怎么看，大使？我想大陆应该他要谈的是不是只有稀土哈？美国人把事情弄得很简单，就是说，我跟你谈判就是谈稀土的问题。那大陆是不是稀土？稀土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那你谈不好的话，你就拿不到稀土。那这次是美方要找中方谈的，所以我觉得中方谈一定有一个shopping list， 就是说什么谈判我所要达到的目的。那第一个就是说所谓非关税的贸易障碍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会把这个定义给它扩广到这些所谓的科技的这种科技战这个部分，就是说会包括到什么？包括你的芯片的禁售，比如说还有就是说有关制造芯片设备，比如说光刻机，你美国从中作梗这些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禁售的东西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最近还有这个C919引擎的美国方面掌握的一些关键零组件这些事情，那中国大陆一定会把它拿进来讲，然后变成就是说这是贸易战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美国必须要把，尤其是在日内瓦这个协议之后，美国单方面又加上了很多对中国大陆的这些禁运禁售。尤其比如说这个AI 晶片这个 H20不准卖了本来都还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讲像这个 C919的零件对这一些零总中国大陆会让美国一概做出拒绝，今后这些部分不能再往前推了，这个是一定会提出来的。所以我想川普会认为说只有谈这个稀土这不太可能的。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给川普觉得是不好对付？因为中国大陆基本上，我们也不是说抱着我可能用破釜沉舟，这不是一个很好形容词，就是说他的基本上对美国发动贸易战只有2个原则，一个是要谈，对不对？那我们就双方可以坦诚相见；要打的话，奉陪到底；要谈大门打开，那要打的话。所以谈的话，不是只有我接受你，你要接受我的。这次是因为稀土把美国卡的这个受不了了，所以就急忙的要找中国大陆来谈。所以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将来谈出来的部分，如果没有涵盖，就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在很多关键的科技跟产品上的这种禁运美国必须要有所节制或者收回，或者承诺未来不再用这种手段来对中国施压这一些部分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我想这次谈判是谈不出来的。美国一定要在这上面做出交代。那稀土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反正我已经有一个稀土的管制规定了，现在并不是卡你，而是说你申请的过程中，它要经过很多审核的过程，我审核不通过不给你并不是我不卖给你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川普可能他的谈判代表在中国大陆要求的部分，如果说没有做出让步或具体的承诺的话，我想这场谈判那美国如果说不乐意接受中国的条件的话，那就拿不到稀土，那就又回到
最原点，那看川普愿不愿意接受了。是好，我们现在看到中美之间稀土跟晶片大家互卡，那最后结果到底如何？其实，在这一场谈判，虽然我们是看到这些领导人他们没有说太多的细节，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的细节的。有记者问到说，是否解除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限制的时候，川普只是语带保留说再看看。但是呢，白宫的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这一位是哈瑟特，他在 CNBC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谈完之后，美方他主动说了会放宽所有的出口管制。那么他说，中国大陆呢也会大量的释放稀土，但是呢，他也特别强调了，美方虽然说放宽了所有的管制，但是针对辉达最新的 H20，我们会持续的做限制。川普为什么这一回讲话这么的保留呢？是不是已经在这次的谈判超出所谓白宫原本预期的一些结果了呢？那 H20为什么这么重要？是这个美国硬要卡的一个底线。上次哥怎么看？我们在看这次的这个谈判之前，我想提醒大家，这次谈判是不是都已经没有提到关税战这件事情？对，很有意思哈。在川习通话之后，不是要延续先前关税谈判吗？但是这一次才第一回合当中，是不是再降10%或者是升高？这个几趴，在先前川普最强调关税战烟消云散了哈，很有意思。当然，某方面来讲，中美的谈判务实啦，大家直接来谈实质的。我想要强调，我们在看每次中美谈判里头，你一定要看他的谈判的对象组成哈。这次无论是美国方面贝森特，包括卢特尼恩，包括贸易代表格里尔，这3大可以说是川普最重要。在整个关税经贸方面当中，就这3个人了啦。然后你看中国派出的代表，除了副总理何立峰之外，商务部的王文涛跟李成钢，中国就是这3个人。所以就是说，这次谈判当中真的是层级非常非常高，确实在川习之后，所以这次谈的结果的部分就不是一个就是不飒飒的东西。我必须得说，在谈判之前，你看到中国也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已经宣布对于美国的3大车厂可以开放他们稀土的申请。所以这里头其实都有些铺陈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次谈判说不顺利是从美国的角度。当然，刚刚大使也提到，中美当中其实有非常不一样。我想补充的地方是，首先大家要记得，中国是非常清楚知道，这不是靠这次就谈出个结果，后面大家就是各自睡觉抱老婆没事干，不是的。这是长期抗争。对于中国来说，这次无论谈到什么结果，未来还要继续中美要对抗下去。所以这个部分，他们谈判这次中国要到的东西是集中在什么层次？比如说科技方面，并不是要你的晶片开放，而是要半导体晶片产业链那么多当中，中国还没有站稳脚步的东西，还需要美国的东西，在这时候还是要去争取的。当然，美国要的东西确实很集中。川普要的都很具体，但不要忘了，川普不像中国是整个国家很清楚要什么，川普是这个他底下的爪牙鹰派里头，这边要的东西，那边要的东西，大家要的东西不同，所以在这个谈判里头可以看到，他其实最后层次的部分比较落差，也就川普阵营里头的要的东西比较杂乱，什么都要，稀土也要，所以各是要鹰派有鹰派要的，鸽派有鸽派要的，贸易有要贸易要的，国防有国防要的，所以在这个我认为相对杂乱过程里头，不可能满美国全部的愿，这就是川普最近觉得好像没这么好谈的原因。但我们现在看 H20是这一次当中很具体说这个不会给你，当然 H20都知道呢，是现在辉达晶片当中，至少在它的算力上是比原先的 H100。要这个算力当中是要加强7倍，强7倍的。虽然不是它最厉害的，可是算是最新的。那么它在整个的运算效率上当中也节省能源，包括它有其他的它的里面的那个 CPU 不讲了。我们看它的运算的频宽是高达4TB哦，所以就是说它又比较便宜，但是算力又好。所以这难怪说美国不肯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率的芯片。但我想，其实，在整个中美的对抗来讲，我们录影的接下来的不久之后就要进行第2次谈判了。我认为第2次谈判的部分的内容结果会更趋向共同性。刚刚讲，双方都是黄金，而且是极端最重要的官员在谈了，所以一定会谈出结果。具体的结果一定会有的啦，只是说这里头有没有满足中国跟美国各自要的，就要看最后谈判只有大家能够各让几步，各给对方多少了。
好，所以接下来这个最新的谈判结果，我们也会带观众朋友持续的追踪。在此同时呢，其实刚刚讲了嘛，现在呢，美国最担心的就是稀土。那其实呢，在拜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很努力在做美国自己的稀土，就是怕因为中国大陆会卡脖子，所以拜登那时候就建立了一条所谓的干净能源的一个产业链，推动本土化的稀土去发展。结果呢，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川普回国之后，他在国会的这些盟友因为要做这个税改，所以他大砍了数十亿的补助资金，让美国这个稀土产业本来才刚刚开始，现在又胎死腹中，有可能会进入到破产的边缘。彭博怎么评论？他说呢，这是一起赤裸裸的经济跟地缘政治的自残，都是美国自己害自己的。华干哥怎么看？美国就自己害自己啊！10年前我跟你讲，那个什么干净能源，那个时候老实讲一句，美国根本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完全没有当一回事。后来发现说，哎，现在这是一回事，赶快找裁员来。就是很简单，川普他在国会的盟友很多团体，他们就是说，我跟你讲哈，我们现在哈，我跟你讲，我们要降低通货膨胀啊，这个事情比较重要，所以要编列70-80亿美金。那要砍什么？直接就砍了几十亿那个支持洁净能源的资金啊！在这个上面，我跟你讲，稀土也直接受影响。在前面的，刚刚上次讲的对，前面的关税战现在不提了，对不对？对。那前面的关税战，你4月、5月的时候，美国是不是说下令波音引擎不可以卖给中国？中国现在C919、929非常需要，好，那是我的武器，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也是变成你最大的重伤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说好不卖引擎给 C919，让它先生产线停摆。中国也可以说你的737可以飞回加州原厂了，我也不要。为什么？因为到头来你还是要来求我啊！你的737不管757、767、777的引擎，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稀土磁铁。稀土磁铁，我可以跟你讲，现在民用已经都快用光了。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福特关掉一个厂吗？对。现在很多车商都说我们也快用完了，那到时候用完就是没有东西可以用，就是要关厂。川普，你现在要帮我们想办法，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只有暂停歇业，什么时候可以再恢复工厂不知道。我现在先跟各位讲，其实美国军工业需要的稀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精炼稀土，对不对？但是美国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它在拉斯维加斯后面有个矿山，其实每年可以生产4.5万吨，不过精炼的技术比不上中国。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去跟日本其他国家想办法说再开生产线，再开生产线，钱来算过要满足美国军工业它一年只需要多少你知道吗？不多3000吨稀土就够了。是为什么？因为它3000吨稀土是，我举例，一架 F-35战斗机，它身上只有400公斤的稀土，那一架维吉尼亚的潜艇身上有4000公斤，也就是4吨的稀土。坦白讲一句，像这样子的产能，美国自己请盟邦或这个他自己的那个矿山重启矿山来精炼是可以的，但是技术仍然比不上中国。川普已经下令，2027年之前，我一定要摆脱中国的胁迫。我们以后稀土不能够依赖中国再进口了。你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壮志凌云，但是在实际上的做法根本做不到，因为你要重新精炼你现在已经发现的稀土厂，不管是盟邦或是你自己的，要10年以上的。所以我觉得川普将来在稀土议题上面，他不低头也是不行的。你必须要跟中国好好的谈，因为其实最大的用处不是在军工业，是巨大的民生工业，所有的风力发电的那个发电机的那个变速箱都是要用到稀土。我请问你一下，你还有什么条件
跟中国谈判呢？在这一场中美的博弈之下，川普这一次呢，从佛州飞回华府的路上，这个突然间他语出惊人，态度放软了。他怎么说呢？川普说了，我不再跟大陆玩稀土的游戏了，并且他特别强调了接下来会跟大陆之间还好好谈的议题，包括了从稀土、芬太尼到黄豆，都是跟大陆之间的一个首要协商的议题了。而中国大陆的稀土王牌，真的目前是把美国掐的这个喘不过气来说，川普也说了，美方有能力可以对中国实施比较降低的关税，但是前提是你中方也必须要为我们美国做一些什么。还记得吗？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早先才放话说要关税换稀土，如今川普就亲自上阵了，把这3个议题全部做打包。等一下我们会来关心。那稀土很重要，不管是晶片，不管是手机、电动车，都是需要的。所以现在川普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另一方面，这是最新消息哦。现在呢，何立峰跟贝森特通话之后，已经确定了会在马来西亚双方会来会面，为月底接下来的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川习会来做铺路。那这一场中美博弈战，我们就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面上的筹码似乎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节目一开始请教大使怎么看？现在中国的稀土战略是可以说成功压制住美国了吗？那川普是不是等于他认输了呢？大使怎么看？应该可以说都是。这个稀土的这个战力非常的强，美国现在跑不出稀土的这个魔咒。那所以你就看到川普从硬到中硬。到小硬，最后可能就变成不硬，最后就变成小软，最后中软、大软。所以呢，这个经贸谈判就跟打仗一样，是硬实力，不是软实力。你用嘴巴用唬人跟打梭哈一样，那个叫牌叫得越大，输得更惨。现在川普就陷入到这个所谓陷阱里面去了。那现在川普不仅就是说稀土，中国大陆会不会让步？中国大陆会买它黄豆，中国大陆会不会芬太尼方面跟他合作？这个完全都是看大陆愿不愿意跟他谈了，而且还卡到一个更麻烦的。川普说，我这个要跟习近平要10月31号在韩国要见面，大陆现在没有说要跟他见面所以到时候全部都让他空的话，川普就从怎么样？就从50层楼的高楼上摔下来。那摔的不仅是川普的面子，美国的威信会扫地。那中国大陆以后对美国很多国家就要学中国大陆了，因为发觉美国是怎么样空心的所以用实力来对实力啦。那所以现在川普会越来越急，所以现在这个礼拜就不晓得哪一天贝森特跟何立峰要见面了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大概中国大陆是没有什么好退让的。那大概就是看美国怎么让，美国让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习近平才会出面，因为到了这个元首阶级最高层级的见面不是去吵架的，是去怎么都是各去怎么样收获成果的。你川普要收获什么成果？习近平也要收获成果。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认为说这个我不满意，结果我不能去的话，那就不会见面了。不见面的话，川普就傻在那边了，因为川普每天就讲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还说我现在已经不打算毁灭中国了这个讲法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越讲越好笑了。那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情况之下稀土是没有错，美国老早就跟澳洲合作，也不是今天这个10年前日本跟中国大陆打这个稀土战的时候，就已经跟澳洲合作了，最后日本还是败阵下来。那你要对关键产业，你的稀土你现在说你1年可以赶得上供应。可是这1年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工厂工厂已经就撑不住了，3个月都撑不住，所以这就是一个你说这个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然后大豆的话，大陆是第一次完全不买，那并不是没有完全不买美国的农产品，中国大陆还在美国的玉米跟大麦跟小麦。可是这一次黄豆单挑出来是1粒都不买的情况之下，美国的这个它的软肋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大豆都产在红州，也就是这个川普的铁票区。
如果说这一次大豆这个农民不满意的话，很可能他在明年的年中选举，铁票区就会调几席联邦参议员，甚至联邦众议员。联邦参议院现在只差1席啊，那如果调个1、2席的话，川普明年开始跛压，他就没有办法作为川皇帝了，他就变成川太监了。所以呢，这差别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谈判，我们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谈判常常讲是整体气氛、整体的形势，对川普极为不利。那现在看就是就看那个习近平要怎么发落他了。哎，如果要让川普这个也不是说一招毙命，起码出一招让他躺在床上躺好久啊。这个时候是中国大陆出手的机会了。所以呢，我认为川普玩得太大了，没有那个实力玩到那个他玩不起的那个阶段以后他把他自己置在这个火上烤。那他每次都这样，那学不乖。所以呢，你逼着人家要出重手，让他乖一点。所以我是对川普的前途我是蛮看衰的。好，这场关税战，中国大陆手握的各种的王牌。刚刚讲的黄豆，我们下一节会做一个比较清晰的解析。不过我们持续来谈这个稀土。刚刚特别提到了嘛，其实美澳之间在稀土上面早就有所合作了。那这一次呢，其实又最新又签约了。那这一次的价值金额是比较高，85亿美元签下了叫做这个关键的矿物协议。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哦。川普已经承诺了，他说夸口在1年之后呢，会拥有更多的关键矿物跟稀土，而且价格他说这个非常非常的低耶，只值2美元。重点是这些关键矿物，川普说了，接下来会多到用不完。但是眼前有一个困境，就是目前呢，90%以上的这一些稀土精炼市场还是在大陆。就算你澳洲好，提高了产量，提高了你的精炼技术等等，但是还是赶不上中国大陆控制的这个稀土的这个精炼技术。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有就是美国要追上中国大陆现在领先在稀土领域40年，恐怕还得多花几十年的时间。川普要做的这个计划会不会是天方夜谭？上次哥怎么看？哇，川普这个夸口说1年后大降价弯专连销为，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稀土真的太难了，在其他的技术或各方面，比如军事可以追上，稀土太难。难在哪里？稀土因为就是在过去来讲，它虽然50年代就开始有在开挖，包括在精炼，可是从初炼到精炼，连中国大陆都是投入了将近50、60年在做这件事情。难在哪里？首先高污染，到现在还是高污染。可是现在的高污染当中，能够把污染再怎么样的转化，我们先不要讲环境的代价。所以中国每次在谈自己稀土，都说付出了环境的代价，因为是重污染。难在哪里？稀土的提炼基本上2大技术，第一个用电能，大量的高热才能够提炼；第二个部分是化学，是大量的包括硫酸用腐蚀的方式。原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现在都讲17种稀土，稀土现在大家也都说有轻稀土跟重稀土。稀土是这样子，它是一种类金属，也就是说这种类金属它基本上它是跟很多东西很容易氧化，所以在这种矿砂里头或稀土的这个所谓的矿里面，它也经常跟很多的金属合在一起。所以你要怎么样这分解，要用大量的热能、电能到大量的硫酸，然后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不只是说提炼的技术要如何高效能，比如说这样子硫酸流来流去之后把很多东西提取出来。而且现在最难的东西不是你提取了，很多也可以提取，你花很多力气，但精炼呢、提纯呢，这个是中国大陆核心的技术，而且是绝对不可能够被轻易的学习的。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包括欧盟啊，包括澳洲啊、加拿大，大家都说要来炼稀土。这些东西都是搞不清楚这个炼的部分的技术到难到这个部分的地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技术现在中国的管制严重的不得了。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在稀土战里头，然后只要说这个价值几十亿的矿，可是要这些矿，我们都知道缅甸也有矿，缅甸的矿很好巴基斯坦也有矿，可是这一些巴基斯坦是还有冶炼的技术，但是巴基斯坦没有办法做真正的精炼。而且你要知道，稀土的提取当中，中国大陆可以提取17种，很多地方可能都提1、2种。好，我要讲这一个很特别的不一样，就是中国大陆其实从今年3月就发现，美国方面透过情报系统当中开始在挖角中国大陆的人。
所以很多当中中国大陆一些稀土一些副总，真正懂技术的能够做工厂的，陆陆续续开始偷偷辞职。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不只是中美对抗当中管制稀土管制技术，其实从今年3月开始，中国大陆这有关于人员的控管，因为这个美国我们说 CIA 吧，就各方面的情报都要挖角。所以呢，让他们出国啊，或各方面。可中国大陆有时候放长线钓大鱼，有些就让你挖角，先去美国谈一谈，回来再继续挖角，然后最后一锅端全部抓起来。所以这个部分虽然新闻没有太多披露，可是你当然可以想象。不要说是从今年3月，在之前其实稀土已经吃过苦头了。你觉得美国只是说自己投资他们的稀土矿，像川普讲说我们都一直开挖吗？没有嘛。当然就是情报战，就是要把中国最关键的人才、有能力建厂能力的人、手握技术人要挖角。而这个人才战、情报战，其实在台面下虽然新闻没有披露，但在今年3月，中国大陆已经大量的。所以你说到底有多少人才流出去？也许有这么一丁丁。可是最关键的人才已经全部都被控制住了，是包括，所以在这次的我们看到这次的管制当中，也包括人才、技术，所以中美的部分的对抗，美国你说可以吗？你都找不到人才啊，你从人才从哪生出来？最难的不是买矿，不是说建厂，最难是美国绝对不会拥有这些中国大陆真正有能力的各类的提取稀土的人才。好，这个就是中美关税战下，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非常的善打这个它的稀土战。其实我们眼看着剩下2周就是川习会，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10月份，尤其大陆祭出了非常多的招，而且这个时间序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的这一套组合拳有哪一些顺序。10月9号开始打这个稀土技术的出口管制变得更加严格嘛，那10月10号它开始针对美企高通做了更深入的调查，再来10月14号，针对美国的船舶费特别征收了这个港务费，包括连美资的邮轮都直接中箭落马。有一个说法是，现在大陆的做法其实就是学美国来做这个学美国打美国的游戏，反被中国来用。怎么看这个组合拳？还有就是说，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到底现在谁比较占上风？干哥怎么看？我跟你讲，大陆你以为他就每次他都是被动的，很多学者都指出来说，他在这个贸易战之中。大陆都是等你来制裁我，我才反击你。现在不是了，现在打的是组合拳。你知道什么叫组合拳吗？就是师夷之长以制夷啊。现在是师美之长以制美。为什么？美国商务部早在9月29号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所有有陆气的成分在里面，持股超过50%的公司以外。子公司一样要查，那个等于是把喉咙都给割了，你知道吗？好，那你现在这样对付我是没关系，那我现在先祭出一招，10月9号，不久之前10天前，他要先讲，现在如果说在海外不是这个我们大陆的公司是外资企业的公司，然后呢，它使用了我们中国出口的稀土。只要达到0.1%的含量，通通都要报给我们中国商务部，不报的话不能卖。0.1%，当然稀土的占比通常本来就是这么高，差不多啊。但是它设在0.1%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只要你有一丁点的大陆稀土出口而制成的卫星、通讯，然后航太，然后飞机、科技等等这些产品。通通都要跟这个中国商务部报告之后才能够准你能不能够销售。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今天坦白跟你讲，美国有很多航太公司，它也被掐到脖子了。这是第一招。第二招是什么？他马上他说，对你们那个高通有反垄断倾向我们现在中国商务部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所以你会调查我们，我们也会调查你。所以他现在第二招这个，第三招什么？美国有多少？大家都听过皇家加勒比那个豪华邮轮，对不对？或是丽星邮轮，还有什么？还有迪士尼邮轮，5、6家邮轮，你知道他们以哪里为母港吗？上海，以上海为母港。你现在美国政府要收我们大陆船舶的那个港口费，那我们也要跟你收另外一种叫做特别港务费，其实就是港口费。对，你知道丽星邮轮它一艘船平均而言在上海停靠一次，它要收你多少钱吗？它要收600万美金。
把利息游轮给吓死了。他说这怎么办啊？如果真的要这样子收的话，那我跟你讲，我们的营运怎么办？我们的盈余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还可以谈，就看你川普要不要谈。你可以收我的，我也可以收你的。老实讲一句，大陆不会真正的把这种事情掐在手上，拿来用来对付说这是我们中美贸易战之中我一定要拿出来用的武器，不会这样。看你川普的诚意到哪里，不然的话要收的话，我会告诉你，美国不是只有一个邮轮而已，还有太多东西会被中国制裁的。是好，同样一个问题，何老师怎么看？当然，那个在中美的贸易战里面，现在川普他手头上他最惯用的工具就是关税。但是对中国而言的话，他在过去事实上从川普的第一任期一直到拜登这段时期哈，他已经逐步的去在调整他对美贸易的这样的一种依赖。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跟美国进行这样的一种贸易战的时候，那他手头上这个他可以打的牌，基本上这个本来就很多，再加上他降低了对美国市场的一个依赖，所以就是说你关税这样的一个这个效力啊就降低了哈。那反观美国，你自己很多的一个市场是在中国大陆，对不对？你的黄豆基本上你可以这个找到世界上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吃下你那么多的一个黄豆，虽然我们台湾说要买它100亿啦哈，可是这个大概差不多1/10的量都不够，特别是今年的美国的黄豆是丰收的哈。那所以中国大陆它盘点就是说，在中美的一个贸易里面哈，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打折打在7寸的这个地方哈？那中国大陆掐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高科技，那美国用的都是这个所谓的这高科技去管制你哈。那中国大陆似乎这个它用的是一个就是说跟你的这个选区选民的一个利益息息相关的这个大斗。那这个就会让这个川普啊，这个急于的这个要在这个整个关税的这个谈判上面要去做让步哈。当然，川普还有一个东西，他也想要马上拿到的，就是芬太尼啦。实际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有2个东西去诉诸这个他的这个选民，一个是芬太尼，另外一个就是非法移民哈。那这2个他又把它串在一起，说很多芬太尼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非法移民这个造成的哈。那不过就是说。这2个东西，事实上马上就是说，他要有这种成果出来，不然的话，他明年的这样选举里面哈，他几乎都是空口说白话。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知道，就是说芬太尼这个东西是你比较容易去得分的，那他也愿意让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对选民有所这个可以交代的这个成果出来，但是你必须要在整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里面哈，那你当然。不能够用现在的这种方式，你把关税拉这么高，然后对中国的高科技的这个管制这么的一个严格，而且刚刚这个干哥讲到的这个对于稀土的这个监管，这完全是模仿美国的啊。这美国是说你的关税，你的这个晶片里面我课你那么多的一个关税，或者是说我管制你的整个就是说有关于这些晶片的输出到中国呢，我都是用所谓的技术，对不对？当你这里面被我查到你用了我美国多少的技术，用了我美国多少的这样一个专利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经过我美国的同意。那中国大陆要倒过来，他说那我就用稀土卡你。那现在任何的一个高科技的这些 chip。如果你没有用到稀土的话，你根本就生产不出来哈。事实上，稀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但是中国的化工真的很厉害哈。那就是说，他用这个，就是说他等于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去打你的一个高科技。那美国他说他要把这个整个稀土，对不对？这个去从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的一个购买转到澳洲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痴人说梦，为什么？因为整个稀土的一个产能哈，不是那么短的一个时间，然后就能够从中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转到澳洲的这个生产哈。这里面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的这个成分而已啊。还有你澳洲有没有办法去提供像中国那么多的这样的一种劳动力，对不对？只有中国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劳动力可以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产业，这里面还没有去计算，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环境上面愿意付出的这个代价哈。那所以就是说，这川普事实上他有一点点好像是要去模仿，他也是要模仿中国啊，就是说，好吧，我的这个黄豆你不买，对不对？你找巴西买那没有关系啊。那你的稀土我也不买了，我找澳洲买。问题是人家
澳洲没有那么多稀土啊，那巴西就是满手的这个黄豆啊，他终于遇到了一个 OK 哈，然后这个提着现金要来买哈，就是说这完全的就是说。这个川普他用的这个方法哈，就基本上对中国的这个有效的这个程度是不高的，但是相对的，中国基本上在目前看起来的话，他似乎让川普急了哈。那川普这样急的话，在谈判的过程里面，谁急谁就要让，这个是我们在研究外交的一个这个。沟通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这谈判的时候的一个铁则，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当然如果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话，谁会让？我认为这个川普可能会让步的一个几率是比较高，因为你的东西都在别人手上。